嗨，大家好！走了一段冤枉路啊，上次来过的地方我都不认得了。辗转呢，就来到了莲花山港。这边呢，我就看到啊，有一个水道的碧道，到处都是一样啊。莲花山水道碧道，看看这边能不能沿着这个江岸呢骑行一段啊。在骑行之前呢，先来看看莲花山的江岸的风光。刚刚一个小插曲啊，我都到了这边以后呢，接到我太太电话，结果把这车钥匙啊揣在兜里了，幸好没有走远了，否则这个车也开不了啊。那这真的不灵光了。我们这边呢就可以看一看啊，这个宽阔的珠江的江面。莲花山附近啊，称之为莲花山港的这么地方，这些渔船呢都靠着港。好，我们呢就从这边开始啊，来骑一段这个莲花山水道的碧道。这边可以骑进去吧？可以。好，谢谢。跟一位守门的大哥啊确认一下。像这些啊，可以骑行的岸边的道路啊，应该是骑行者的天堂。吹着江风，看着江景，迎着蓝天白云，难得的好天气啊！今天的气温已经达到了31度啊，我看到那个汽车内的温度计的显示。但是没过2天呢，就是35、6度了。龙舟水啊要下完了，接下来呢就是炎热的夏天就要来了。昨天还是前天啊，夏至到了，也确实呢要热一阵子了。现在这些天气啊都是乱了啊。昨天我看到新闻里头讲，加拿大温哥华这边的气温，某些地方已经高达40度，在一个纬度非常高的地方啊，出现这种罕见的高温，而且不是7月份啊，是6月份。哎，我在这边呢，就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景啊。对面呢就是莲花山，金光闪闪的观音菩萨的像。还有呢，那个莲花山的宝塔，还有一座大殿，而且刚好这边呢是一片莲花池啊，蓝天白云，这边的风景应该是非常的漂亮啊。我们转过来看一看，抬高一点看一看。这样的漂亮的地方呢，应该照个相啊。好。拍了几张照片，耽误了一点小小的时间。这边呢，红树林啊，外面呢都是一些长在水中的一些树林。
这边呢有一个湖啊，应该属于莲花山景区的外围了。这边望出去好像感觉更好一些啊，更加的开阔。要停下来看一看。骑过去看看啊，看看前面有没有路可以骑到栈道上，清水的地方呢，去骑行一下。打草的工人啊，我每次看到这些打草呢，我就要尽快的躲，因为我的鼻子呢对这些草啊好像有过敏。这边呢又看到了开阔的江面了。石楼村莲围乡吧。哦，绿道结束了。来到了一个水闸边上，这边呢也建了一个岸边的清水小公园。这边呢可以让你看一看啊，莲花山前面的这个港口，非常开阔的水面啊。天气不错，下面呢其实是有一条啊可以走人的清水的道路，但是呢看来并没有完全建设完成。从这边看过去呢，景色又不一样啊！对面呢起了好多的高楼了，天气啊，立马就变得炎热起来了。往前骑一下，再掉头吧。这边呢也有一个牌子啊，我们看看现在在哪里。现在呢应该在这，这一边还远着呢。
听见鸟鸣，看到路旁的野花，鸟语花香啊。在没有什么人的路上休闲的骑行，前方比较远的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龙门吊，应该就是港口。右手边呢，里面的就是红树林啊，因为我看很多树啊，好像都在水里面长着。每次到这种野外来骑行啊，心情非常舒畅啊，可以放空自己，也可以让自己完全放松。这边的很多的硬件设施呢，都已经建设的七七八八了啊。你看，这边呢又是一个江边的休闲的公园，面对的呢就是一个非常开阔的水面，感觉真不错啊。明显的啊，这条堤岸的清水的马路呢，应该也建好了没多久。现在的这个国家啊，这个政府，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吧，越来越注重环保，希望呢把这些绿道啊建设起来。让大家呢能够有更多的闲暇的时间呢，可以在这种绿道，可以在公园，可以在这种自然的景色里面呢，大家来休闲。多么开阔的江面！有一种漫漫无尽头的感觉啊。左手边的莲花山的景色好像更美，反正等一会儿也是要骑回来的。等一会儿骑回来的时候呢，就正好面向着莲花山啊，来欣赏它的风景。骑到这种地方啊，觉得今天专门开了40多分钟的车，
到这边来还是非常值得的啊。因为老实讲，如果不开车呢，你也没办法把这个单车啊直接从广州骑到这边来，所以必须呢需要有这么一个运载的工具。开着车费点油，走一段马路啊，就来到了这种江边啊，人非常少的地方，迎着风，沐浴着阳光啊，今天是随意的骑行。前方呢可以骑到很远啊，但是我也在琢磨着要不要见好就收啊，因为毕竟来讲，我的太太啊把车停到一个停车场，在那边干等我啊，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啊。这是每次骑行，尤其是跟他一块出来开着车骑行的话呢，总会有些过意不去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想想，人为什么喜欢住在江边、海边呢？肯定是有它道理的啊，并不是广东人说的啊，有水的地方就意味着有财。更多的呢是在这种开阔的地方啊，就会让你的心胸呢变得平坦，变得开阔。很多生活中的事情呢，就很容易啊，就像这个江流一样啊，随波而去。留下的呢，就是对一个人生的比较正面的理解。这个可能就是这种地方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种人生的体验和感悟吧。前面呢写的是智联汽车小镇啊，那我理解那个地方呢，就应该是到了新造那边了。就是广汽的基地在那边啊，造一个汽车产业小镇。随着这个南大快速建成，其实已经部分的通车了啊，再加上呢，将来可以直接过江到对岸的东莞。可以想象啊，没过多久呢，这边就会迎来一个新的一个发展时期啊。国家生态环境监测，这个楼上很醒目的一个牌子啊。所以这一块地方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成了一块宜居的临江的这么一个区域啊。看地下啊，标记着是2000米的这个绿道骑行道，那能不能把这个2000米走完掉头呢？还剩1700米。
到这些沙沙沙的江面的这些波涛啊，拍击堤岸的声音，时不时呢传来江面上啊那些轮船的鸣笛声，更多的呢是吹到耳畔的这些风声，其他就没有什么声音了。导致这个短短的这个几公里的路上啊，设置了很多的保安亭，或者叫检查站。前面又有一个啊，哦，这一边的江岸啊，建得更正式一些啊。滨海公园，从村民摇身一变，这些保安啊、检查人员的这些老百姓啊，穿着特别的服装，手里呢不仅有他的手机，还有一个对讲机。这边叫凯德尔山海连城，凯德地产的海景房，必看山海连城，220万起。哦，这里真的已经是变成了很多房地产开发的乐土了。前面还有保利的房地产公司。还是一片工地啊，真不错，这条滨海大道啊。还剩了300米。在这样的一片新区啊，购置自己的房产，那如果是正在边上这些汽车城里头有工作人呢，那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刚需啊。然后呢，就跟这个地方来共成长，经过10年、8年、15年、20年呢，将来一定是会迎来一个地价的上涨，而且呢，各种设施呢会越来越完善。这边呢已经到了尽头了，再往这边走呢就叫金山大道了啊。我们就在这边打住吧。这一天呢
大片的住宅地啊。像这些房子呢，还在比较靠后啊，临江的这些呢没有开发。但是我刚才看到那个凯德那边啊，有些已经是最靠江边的那些低层的啊，密度比较低的，不知道是联排呢还是公寓啊，已经建完了。那如果喜欢这种地方的人呢，又能够等在这边呢，又可以住的人呢，那我觉得真是一个入手的不错的机会啊。但是如果是要炒房，等着它就1-2年以内就想升值的呢，那我想你在这种地方可能未必找得到接手的人。周围的配套啊、环境啊，特别是商业啊，这些没有个5年10年的，想都不要想。好了，我们现在从这个0公里那个地方呢往回骑，看得远啊，骑过来还行。有，这边还卖一些小吃的啊，类似豆腐花之类的吧。我们以前去过英国的伦敦，好多年了。但是呢，这个泰晤士河啊，当时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印象啊。从伦敦一直到格林威治啊，就这个世界标准时间的那个地方呢，也有应该几十公里的这么一个长度。就有点像这个珠江啊，到了入海口附近，就有点像到了格林威治的那个地方啊。那边呢，我记得有一个海军学院，我们还去参观过。开阔的江面啊，就有点像这样，也是码头啊，吊车林立。但是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啊，泰晤士河呢也从伦敦桥啊，他们的国会，从他们的那个市中心呢向东发展。现在这个路上呢建成了很多的地标性的建筑啊，从新的金融城一直往东延伸。有时候我们看一些视频啊，里面有很多非常优雅漂亮的河畔的社区，当然也包括商业的街区啊。就那种感觉呢，其实也在稳扎稳打的向前发展。但是英国呢，现在已经是一个日落帝国了，没有这种能力啊，成片的来开发，也没有这么强的内需，所以它只能是稳步发展，逐步的呢，这个向周边呢发展出去。但也有好处呢，就是它会考虑的比较周详，对于这些重点要发展的区域呢，就按部就班的发展，其余的地方呢就留着啊。等以后有了能力时候呢，再去开发。我们这边呢，当然应该有强大的后盾啊，发展的惯性，所以很多地方呢，就是有一窝蜂的上马这种开发，就这样的这种势头。
发展的好的时候呢，你过个5年10年啊，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城区。但是有时候如果出现失误，或者是过了头呢，就可能变成一片鬼城。那些投资的人、投机的人呢，可能就很多年之内啊，血本无归。所以哪一种更合适自己，我们也搞不清楚。太阳已经越来越猛烈了。现在呢，我们在江岸骑行啊，完全没有遮挡，那些树啊，就跟我人差不多高，完全是还没有成材，没有成林。应该这条路啊，刚才数过来的2公里呢，还剩了500米。就在几天以前啊，我们去南沙万顷沙外面的19冲到21冲的绿道上骑行啊，就有点这样的感觉啊。但是呢，那天啊，气温比今天要低，海风呢比今天大。右手边呢就是莲花山啊。刚才去到莲花山山门前，因为走错路啊，就发现呢有很多的沿街的这种卖香火啊这些小店，生意非常的兴旺。当然它的服务对象啊就是那些香客，就是那些上山要去拜观音的这些信徒们。我们也好久没去莲花山了啊，但是呢，一想到啊，进山要扫码，还要做一些登记啊，而且呢，要买门票，要留下过路钱、停车费，而且呢，最关键的问题是，都是山道。骑车啊，肯定很多路段是骑不了的，所以呢，想想还是到莲花山港边上的这些河边的堤岸啊，这小道上来骑行更实在。这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啊，回程呢就可以看到莲花山和它跟前的一些池塘，有些呢开满着莲花，蓝天。这个白云底下啊，汪汪的湖水，碧绿的荷花叶，还有近处的那些应该是玉兰花吧，组成了一个天水一色的美景，都忍不住呢要在这边多待一会儿啊。但是呢，时间不等人呐，不能叫我太太等太久啊，所以我还是决定尽快回到刚刚下车的地方。今天呢，早上出来的时候啊，我搞错了啊，我想都没想就把导航呢设定到莲花山港，结果到了莲花山港门前一看呢，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那个呢，可能是一个工业的码头啊，有很多的这些什么保税区啊，那边呢，这个马路上啊，尘土飞扬啊，都是一些大货车。结果没办法，再掉头，再转到这个莲花山客运港这边，这才是我们以前来过的，就是沿河的有的这个堤岸啊，清水这个马路的地方。但是今天呢，像现在能够骑到那么远呢，也是第一回啊。这条马路虽然都已经建好了，但中间呢其实是有一些地方还没有通车的啊，所以我太太她这个车只能停在外面啊，开不进来。我呢就骑个单车可以看看这边的风光啊，两边的风光。右手边呢是莲花山，山下面的那些还是比较绿的那些湖水啊，或者就是养殖场吧。左手边呢就跟那天去19、20冲那边一样，就外面那些比较浑浊的江水，因为最近呢还在一个比较大的汛期啊。早上今天看到像那些韶光啊、英德啊、清远啊，那北江流域啊都在泄洪，为了让那些洪水呢不要把城区给淹了，虽然一部分已经低矮地方已经淹了，然后呢不得已呢就排水啊、泄洪，排到那些农村地带啊，所以遭殃的总是农民。而且呢西江流域啊，从梧州、肇庆包括佛山、顺德这边呢，属于西江流域的啊，也是遭遇了据说是几十年一遇的这些洪水。所以每年到这种龙舟水的季节呢，就是有这些烦恼。这个景色是不是很美啊？那边望过去的那座大桥呢，就应该是莲花山大桥。哦，不对，海鸥大桥，去海鸥岛的那座桥。好像也不是啊，有可能就是南沙大桥吧。海鸥桥应该没那么长的吧？哎，距离太远了，看不清楚。这里看莲花山呢，就更近一些了。啊，这个山下那些村庄啊，那些民舍、农民的这些居所呢，占了一个风水宝地啊。好，我们继续往回骑。看了一下手表啊。今天难得我没有忘记啊，打开这个单车骑行的 APP， 现在看的已经骑了8点多公里了。赏心悦目的这些风景，在这样的一种有一些风啊这样的一个道路上骑行呢，根本不感觉到累，轻轻松松的就可以骑它这个10公里啊。
右手边这些莲花山啊，和前面的这些水塘，各种各样的植物啊，就是刚刚我一转进来就被惊艳到的地方。而且呢，如果说你要站在莲花山的这个山上啊，看这个江面啊，这个江面何其的开阔啊！那天我专门在19冲到21冲的万顷沙水道碧道上骑行时候呢，就专门推荐了那条道，希望大家有机会呢，不论是骑行还是去走一圈还是开车呢去停留一会儿都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今天走在这个莲花山的江岸这边也是第二个让我由衷的觉得必须要推荐的地方。虽然呢，骑行肯定有一些劳累，甚至呢有些人会觉得有些无聊，但是如果你喜欢自然，喜欢独处，喜欢在骑行当中思考呢，这样的地方可以让你不但身体上得到一定的锻炼，在精神层面呢，也会有一个愉悦的心情，说不定呢，也会让你的人生观小小的升华。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推荐有条件的人呢，到类似这样的地方，因为你的周围你所住的城市可能有些不太一样吧，没有海边呢，也有江岸。总之呢，在一个相对比较平坦的地方这样来骑一骑，或者呢去走一走，都是不错的。以前呢，我老是觉得广州这个城市其实中国其他城市也都差不多吧。它就是缺少一些像国外不管是海边、山里等等的地方呢，都是可以随意的到那边去停留，有房车营地，有国家公园，也有很多的这些清水的这种地方，绝大部分呢都是没有门票的。每个老百姓呢都可以自由的出入。我们以前在国外生活的时候呢，尤其是在北美生活的时候作为一个穷人，我们也是可以经常开着我们自己的车到这样的地方，跟那些住在海边的那些人拥有同样的景色，这感觉呢还是比较祥和比较开心的。这边呢，这条路就对着莲花山的这些菩萨我是不是走过头了呢？走到里面来了，也无妨吧，走一段再说。这个可能就是我刚才想的能不能到里面来的那个
道里走一走啊，相由心生啊，就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这个路上。这边的风景啊，就更接近莲花山那个观音菩萨的大佛啊。很早以前啊，来过莲花山啊，看到那个山里面其实有一块差不多被挖空的一块地方，说这个地方以前呢其实是一个采石场，就是以前采伐这些石料的地方。后来呢，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名胜，算是一个古迹啊，就是在这边呢建了庙，建了菩萨的像啊，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地方。这叫莲围村啊，5队。这应该已经到了莲花山的跟前，山门的边上了啊。但是呢，我就怕这边过去的话呢，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可以看看啊，这个就是莲花山的这座石山，也有很多的这些石头建成的步梯啊。这个呢，就是莲花山底下的这些民居。我还是掉头吧。这种地方呢，真的是环境啊非常优美。正好歪打正着的啊，到里边呢也来骑了一下。像这些呢，就是属于钓鱼爱好者啊，整套的装备，专门开着车到这些小河道来垂钓，希望他们呢有所收获啊。一派水乡的感觉啊，虽然不是那种江南的那种小桥流水的风光，但是呢，一样的一片的碧绿，河冲如织啊，树木成林，绿意盎然。已经骑了51分钟左右了，骑到出发的地方呢，可能刚好1个小时，应该也会10多公里啊。现在已经骑了11点几公里了，大概会在12到13公里之间吧。
非常悠闲的一种骑行，应该是往这边走啊。对了，刚才就从这边下来的呀。哦，车要下来。再望一眼啊，这个河冲。现在呢，我就在一个河闸上面啊。好，单车和车会了一下车，没想到啊，那么小的地方它也能进来呀。冲上去。又回到了这个新筑的堤岸上了。村民啊，现在都是电动车出行。哦，这边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啊。其实我不知道刚才有没有这个路是可以，其实是可以下去的，不过留在以后吧。它可以到那个栈道上去走一走。算了。还得抬车，不错，走了一大圈了。前面那座桥呢，应该才是海鸥桥，就去海鸥岛上啊。因为这个码头啊，看出去呢就是海鸥岛的北边的那个尖尖。上次呢，专门去海鸥岛也专门骑了半圈啊。对骑行爱好者来讲，海鸥岛的环岛骑行绝对也是值得推荐的啊！这个也是当时有人推荐的广州最适合骑行的10条骑车道之一啊。但是现在这个莲花港前的这条道是不是推荐的道路呢？我就不知道啊。但起码我是推荐的。天气凉爽一点啊，如果到了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呢，那我觉得真是一级棒了。这几天啊，明显的感觉这个气温升高，出太阳的频率啊增加。我估计要不了几天啊，就是整个都洒满阳光了，气温呢也会到36、7度。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出来骑行，真的是一种挑战，一种考验了。刚才车上我跟我太太也在自嘲啊，说我已经啊提前的涂了防晒霜了啊，这个皮肤呢已经在这一段的雨季里面啊，骑行以后已经晒成了棕色了。那距黑色呢，也就一步之遥了。就不至于说突然之间在太阳暴晒底下呢，就脱几层皮啊，已经打了底了，就好像女士们化妆先要打个粉底啊，一个道理。所以我这已经是天然的粉底了。好，又回到了差不多起点了啊。莲花山水道必到。刚刚我还小心的问了一下看门的一个保安一样的人啊，我还以为说这里不让骑，
他很热情地说：“完全没问题，可以骑啊。”刚刚呢，我就是在这边啊，从车上取下我的单车。现在呢，我要去找我的老伴了，他应该把车停到了前面的停车场吧。正好呢，我们也在这个河边的民居啊这边骑一段。我觉得在这边啊，面江的地方有这么一个民居，哇，真是很好啊！有条件、有能力的呢，可以开店，可以做民宿啊。即便是自己在这边，就一般的生活也是非常惬意的。突然发现啊，这个房子啊，其实地基都很深啊，下面应该起码还有1、2层的地下室，所以全部加起来呢，应该有5、6层那么高吧。群星村党群服务中心在这边了啊，我已经看见我们的车了。那我们这一段莲花山的骑行呢，就到此结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开心的景色啊，我们下一段再见，拜拜。